中国是茶文化的起源。据说中国人饮茶的历史起源于神农时代，距今至少有4700多年的历史了。在我国，茶叶有多个种类，每一种茶都散发出了淡淡的清香味儿。在感觉疲惫乏力的时候，喝一杯茶水就能够起到提神醒脑的效果。无论是老年人或者是青年人，都对茶非常钟爱，并且这些年来，随着养生潮的兴起，茶也赋予了多个神奇的色彩。传闻称饮茶能够起到抗衰老、防癌等效果。你好，这是留日生活博主老孙，来自日本富山市。非常感谢你经常收看我拍的视频。且不说这些说法是否真的有科学依据，饮茶的确是对身体有益处，毕竟茶叶中含有多种营养和有益的成分，比如说茶多酚、维生素等等。但是如果喝法不对，它不仅起不到好的效果，反而会对身体造成损伤。比如说以下2种茶就可能损害你的身体，现在远离或许还来得及。第一种茶是浓茶水，它伤胃还伤肾。对肾脏的损伤是这样的，很多人都习惯在困的时候呢，饮酒以后喝一杯浓茶水饮用。殊不知浓茶水的味道虽然醇厚，但它却含有较多的负。这种成分主要代谢器官就是肾脏，一旦机体摄入的负超过肾脏的排泄能力，就会导致大量的负在体内堆积，甚至是会引起茶叶型负中毒。不单如此，在酒后饮用浓茶，由于茶叶有利尿作用，这很可能会导致酒精来不及被肝脏分泌，就随着水分进入了肾脏内，对肾小球和肾小管细胞造成损伤。久而久之，甚至会成为慢性疾病的突破口，可以说是百害而无一利。对胃的伤害呢是这样的，浓茶之所以能够起到提神醒脑的效果，是因为它其中含有了大量的咖啡因、茶碱等物质。这些物质不仅会对中枢神经造成损伤和刺激，导致精神过度兴奋，同时呢，它还会刺激胃壁细胞，促使大量的胃酸分泌。长期如此，胃黏膜会受到刺激和损害，逐渐发展为胃黏膜充血炎症、水肿糜烂，甚至是诱发胃溃疡、胃食管反流等问题。有相关数据调查显示，接近70%的胃溃疡患者在日常生活中都有饮用浓茶的坏习惯。第二点呢，是饮用烫茶，癌变会出现。这个烫茶的标准到底是什么呢？答案就是超过了65度以上的水。很多人发现喝热茶的时候的确会让身体感觉舒适，有放松感，但是呢，如果水温过高，却可能会造成食管和胃黏膜的损伤。之所以会如此，是因为人消耗道黏膜非常脆弱和娇嫩，超过65度以上的水都可能造成黏膜轻度损伤。不过好在黏膜有自我恢复的功能，所以呢，偶然一次的轻度烫伤不需要过度的警惕。但是如果长期保持吃烫食和烫水的习惯，那黏膜就会反复受损，在其修复的过程当中，不正常的异形性细胞会越来越多，进而增加了癌变的几率。也正因如此，世卫组织下属的国际癌症研究机构早已经将超过65度以上的食物列入了2A 类致癌物行列当中。茶对身体的确有很多好处，但是呢，如果喝茶的方式不对，却会给身体造成不必要的损伤。因此大家在生活中应尽量注意不要饮用浓茶，茶叶的水温不要过高。另外呢，如果原本就存在消化道疾病、肾脏疾病，出于病情恢复方面的考虑，应当尽量的减少茶叶的饮用次数。谢谢你的观看和陪伴，我们下个视频再见。